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最近几周我会在外旅行，所以希望大家原谅我这个拍摄环境。过去一周，两场战争居然同时出现惊人逆转，乌克兰硬生生首次在俄乌战争中打出了一个清晰的不败前景。与此同时，不顾一切要和伊朗停火的川普，突然又开始暴揍伊朗，而且在无意间炸开了习近平“一带一路”工程的最大逻辑漏洞。先聊乌克兰战争，一场堪称分水岭的巨变在过去一周悄然展开。地域庞大曾是俄罗斯历次战争的独特优势，现在却成为俄罗斯的噩梦。无处不在的乌克兰无人机逆转了俄乌战争，也改写了人类战争的未来。长期以来，俄罗斯高度依赖一支庞大的影子船队，规避西方制裁，并用它来维持克里米亚半岛军事和民用运转的生命线。由于俄罗斯黑海舰队在乌克兰无人艇和导弹此前的持续打击下，已失去了对黑海西部的控制，俄罗斯不得不将其至关重要的物流补给线转移到了被它视为内海的亚速海。然而，在今年7月的第一周，这里却化作俄罗斯后勤的修罗场。7月6日至11日，乌克兰无人机武装部队对亚速海的俄罗斯航运后勤发起了史无前例的集中打击。在袭击发生前，该水域约有120艘船只为俄罗斯运作，但是截止我做节目前，乌克兰的无人武器系统已经成功击中了其中80艘，瘫痪了俄罗斯亚速海物流舰队67%的运力，其中大部分是运送燃料的油轮，还包括干货船和渡轮。这些影子油轮是俄罗斯给克里米亚运送燃料的生命线，在毫无掩护的开阔海域，俄罗斯的防空和电子战系统几乎彻底失效。在乌克兰明确的打击威胁下，俄罗斯依然无法为这些船只提供任何保护，这本身就在向这些影子船队传递一个灾难性的信号。在连续打击之后，卫星图像显示，在刻赤海峡排队的船只数量急剧萎缩，幸存的船只放弃了常规检查程序，开始疯狂加速通过海峡，试图逃离这片死亡水域。在海上打劫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同步空袭了克里米亚境内的电力设施，精准命中了其中至少5座关键变电站，导致克里米亚境内多个关键城镇陷入大面积停电。物流断裂与电力系统的双重崩溃，在半岛内引发了严重的燃油短缺和生存危机。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当局被迫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对私家车主实施严格的燃料配给制度，甚至一度完全暂停了向普通民众出售汽油，以保证军队和紧急服务的最低需求。这座曾被视为俄罗斯黑海战略支点的半岛，如今沦为一座生存已难以为继的孤岛。过去一周，同时进行的还有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炼油厂的史诗级轰炸。乌克兰长城无人机展现出了惊人的航程和突破能力，成功打击了多个隐藏在俄罗斯极深腹地、曾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大型能源设施。7月6日，乌克兰特种部队的深度打击小组进行了一次堪称现代非对称战争教科书般的长途奔袭。无人机群跨越了惊人的2500公里距离，成功命中了位于西伯利亚西部的鄂木斯克炼油厂。这个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2500公里，不仅是俄罗斯产量最大的炼油厂，更是整个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军队燃料供给的核心枢纽。为防卫这个炼油厂，俄罗斯军方可谓是倾尽全力，甚至动用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隐形战斗机，但仍然没能阻止这场灾难的降临。负责该厂总产能70%的关键装置在猛烈的爆炸中被摧毁。西伯利亚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大后院，历次战争似乎都和这个地区绝缘。不管是当年的拿破仑，还是2战的德军，都没有能力把战火引入这个地区。因此，这次无人机袭击引发的爆炸，给整个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心理震撼。在袭击发生后，鄂木斯克炼油厂被迫停止了在圣彼得堡国际商品交易所的
汽油和柴油发货，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燃料供应链随即陷入混乱。科姆斯克的硝烟尚未散去，2天后，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炼油厂之一萨拉托夫炼油厂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毁灭性打击。这已经是该厂今年第3次因乌克兰攻击而被迫停工。这次精准打击中，乌克兰无人机彻底摧毁了该厂唯一仍在运转的初级炼油装置，导致了工厂的原油加工完全停止。同一时间，位于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一个石化联合体也未能幸免。在这之后的2天内，7月10日，位于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同样在无人机袭击中起火。此外，近期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还有乌斯季卢加港，造成俄罗斯原油出口终端受损。战略分析估计，经过这一系列密集打击，乌克兰已经成功瘫痪了俄罗斯高达40%的炼油总产能。俄罗斯炼油厂被连续摧毁，启动了多米诺骨牌，直接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到了7月，俄罗斯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地区被迫实施不同程度的燃油限制，直接影响了俄罗斯总人口的35%。为了挽救国内燃油危机，俄罗斯近期采取了一连串近乎绝望的措施，包括无限期禁止柴油出口，宁可少赚外汇也要保住国内军需，允许部分炼油厂降低燃油标准，用更差的油来应急产能，因此可能给俄罗斯整个汽车体系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个曾经是世界第2大石油出口国的俄罗斯，现在甚至开始从印度进口汽油，还恳请哈萨克斯坦以所谓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给他提供5万吨汽油。乌克兰在过去1周还将无人机群的矛头指向了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军工辅助企业、通信网络及出口港口设施。7月6日凌晨，51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如风尘般扑向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这不仅极大消耗了俄罗斯的防空弹药，更掩护了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关键工业节点进行的精准打击。在距离莫斯科以南约190公里的卡罗加州杰尔任斯基区，乌克兰无人机成功突破防线，命中了一家极其重要的大型石化厂。该厂是支持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关键辅助节点。乌克兰无人机还攻击了俄罗斯给土耳其输送天然气的管网。尽管俄方宣称天然气供应没有完全中断，但它却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战略信号：俄罗斯没有任何一条能源出口线是安全的。克林姆林宫发言人甚至恳请土耳其去警告乌克兰，让乌克兰停止此类攻击。如果在空中和海上的无人机攻击已经让俄罗斯疲于奔命，那么过去1周，乌克兰在陆地战线上展示的新型无人武器则彻底宣告了传统步兵阵地战术的终结。面临兵力补充压力的乌克兰军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地面无人战车，也叫地面无人攻击机器人，投入一线战场，用钢铁和算法取代了血肉之躯。今年上半年，乌克兰国防部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编纂并批准了67种不同装备的地面无人机投入现役。操作员可以在远离火线的安全掩体中，通过高清晰镜头和热成像进行远程遥控作战，这标志着前线战场生态的根本改变。据驻扎在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第3特种作战团士兵透露，在许多情况下，一台配备重机枪的地面无人车比一名全副武装的步兵更具威慑力。人类士兵知道如何和另一个人类作战，但当俄罗斯守军面对一台不知恐惧、没有痛觉、枪法极其精准而且不怕死的机器履带车时，他们的心理防线往往会迅速崩溃。据乌克兰军方数据披露，自2026年初以来，乌克兰地面无人机的前线出击次数呈指数级跳跃，从1月份的7511次飙升至6月份的2倍多。乌克兰国防部在近期更是
突破性的宣布成立了无人机突击部队，将空中无人机、地面攻击机器人和少量精锐步兵整合为一个无缝连接的作战网络。官方声明指出，当机器人代替士兵进入最危险的杀戮地带时，已经挽救了超过22000次前线将士的生命。这些无人战车最初只是承担后勤任务，但现在它们已经演变成为致命的攻击者。它们被用来作为诱饵吸引俄军火力，或者被改装成为移动发射平台，在距离前线极近的地方发射不受电子干扰的光纤制导的自杀性无人机。这种地空协同无人作战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给俄罗斯前线守军形成了犹如噩梦般的伤亡与混乱，让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军的伤亡比例达到了惊人的8:1。当我们汇总分析2026年7月这短短7天内发生的事情时，一条清晰的战略脉络浮出水面。乌克兰已经成功将战争的态势从拼消耗的阵地战升级成为一场依靠高科技无人系统的非对称瘫痪战。通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无人化打击网络，乌克兰极其精准地找到了俄罗斯庞大战争体系的脆弱点，打破了俄罗斯在历次战争中全力仰仗的所谓战略纵深的神话。俄罗斯庞大臃肿的军队和辽阔的国土，在乌克兰灵活且致命的无人系统面前，成为一系列难以防守的活靶子。俄乌战争的天平在乌克兰无人战争系统的轰鸣声中发生着倾斜。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俄罗斯仍然在一个领域对乌克兰有着技术上的绝对优势，那就是弹道导弹。作为报复，俄罗斯在7月8日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他城市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对于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和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的拦截成功率目前高达95%，但对于速度极高的弹道导弹，乌克兰目前的拦截成功率只有40%。因为乌克兰能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只有用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通常需要2到3枚爱国者防御导弹来防御1枚弹道导弹。但是乌克兰根本没有这么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和俄罗斯打这种消耗战。结果是俄罗斯7月8日的攻击造成乌克兰多处住宅被损毁，至少数十名平民伤亡。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7月8日，川普在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当着泽连斯基的面答应给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许可证。他说得很直白，美国会给乌克兰制造爱国者的权利，也会教他们怎么做。最后一天，泽连斯基确认，川普和他确实在政治层面谈妥了生产 PAC-3型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证的问题。这个型号的拦截弹就是专门拦截弹道导弹的。如果最终落实，乌克兰终于可以不必永远排队等着美国的供货了。川普说这番话时，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他说是他做出的这个决定，目前还没有通知爱国者导弹的制作商洛克希德马丁和 RTX 公司。川普先把政治决定摆出来，再让军工企业去落实，这说明这个决定不是一笔按部就班酝酿很久的普通武器制造授权，而是战场和产业双重压力一起逼出来的一次美国政府的急转弯式的快速决定。战场上的压力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那么这里说的产业压力来自哪里呢？就在这次北约峰会前，乌克兰其实已经在公开推进自己的防空反导项目，叫佛雷亚系统。这个佛雷亚系统是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火点和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联合开发的防空反导系统。而这个乌克兰军工企业火点是欧洲目前最快崛起的军工领域的新星。它和欧洲合作开发的这个佛雷亚系统目前很明确，就要做一套能够拦截弹道导弹，成本比爱国者低，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欧洲版的爱国者防御系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佛雷亚项目是逼川普快速批准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的主要原因，但当我们把时间线摆在一起看时，这个因果关系似乎
变成了一个无法否认的可能性。乌克兰一边在战场上用无人系统改写俄乌战争的走向，一边已经开始在和欧洲一起造爱国者系统的平替版。如果乌克兰和欧洲真的成功研发出一套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欧洲的防空市场会从此绕开美国军工体系，那时美国失去的就不只是几枚导弹订单，而是对整个欧洲军事安全产业链的根本影响力。所以川普这次授权表面上是美国在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及时补上了一个大漏洞，但同时也可能是美国努力把自己重新接回乌克兰军工升级的这趟快车上。有人说川普只喜欢强者，其实回看人类历史，选择为弱者舍命的很少，选择和强者联盟的极多。要想让人尊重，必须自己首先自强不息，这是条永远的真理。从乌克兰身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川普现在突然愿意给乌克兰生产许可，至少承认了一件事：乌克兰不再是那个没有什么牌可打的弱国，而是手握一张王炸牌的强者。当然，给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弹的许可证，并不等于是给乌克兰立刻搬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线。爱国者拦截弹是个极复杂的系统，专家估计，即使拿到美国完整的零件包和生产图纸，乌克兰真正能够量产，可能也需要18个月的时间。虽然如此，乌克兰未来将能够大量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概念本身，对普京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上的累积优势，在这一周终于从量变转化成质变，给世界第一次展现出一个清晰的不会被俄罗斯拖垮的路线，那就是不再以巨大的代价在战场上和俄军消耗，而是通过摧毁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来以小博大。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令人振奋的战局逆转，给我们展现的主要还是乌克兰走向不败，而不是俄罗斯一定走向失败。它甚至无法让我们预言俄乌战争会很快走向结束。人类战争的残酷之处，就是它极少会走在理性和逻辑的轨道上。7月9日，路透社发了一篇独家报道，他引述3名接近克林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说，普京拒绝了他手下提出的和乌克兰进行和谈的建议，也拒绝了乌克兰提出的双方暂停攻击对方腹地的提议。近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和港口的纵深打击，并没有让他放弃他的战争目标，反而让他更下决心继续打击下去。2名消息人认为，未来几个月冲突很可能会升级。普京现在卡住的核心目标还是顿巴斯，在他生活的信息泡泡中，他还是坚信俄军很快就能拿下乌克兰仍然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地区。路透社说，普京公开承认乌军的深度打击是在给俄罗斯社会制造焦虑，但马上又说，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更强、更有影响力，也更具破坏性。而俄罗斯的能源系统有极高的韧性。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给路透社的说法更直接，俄罗斯愿意和平解决，但也有足够能力靠自己继续这场战争。普京这样的独裁者嘴硬，当然可能是掩盖他的虚弱，但是当他拒绝停火、拒绝妥协，还准备升级时，我们也必须认真看待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真的认为自己仍有把这场战争继续拖下去的本钱。受伤很重和已经倒下是两回事。这个提醒恰好也来自乌克兰自己最懂战争的人，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扎罗日内7月8日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开头就警告，不要以为俄罗斯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读。他说，很多西方分析人士看到乌克兰不断炸毁俄罗斯的炼油厂、后勤线和基础设施，就认为俄军快撑不住了。扎卢日内的判断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是一场由无人机、全天候监控和精准打击主导的阵地消耗战。拿下一块阵地很难，守住它、补给它、撤走伤员更难。
乌克兰的纵深打击确实让莫斯科付出代价，也能增加乌克兰将来谈判时的筹码，但俄罗斯同样能以更大力量反击。光靠深度打击，任何一方都很难给对方形成决定性的致命一击。扎卢日内把结论说得非常冷静，俄罗斯没能实现最初吞并乌克兰的目标，但他还有能力继续磨。乌克兰守住了独立，但也暂时没有能力单靠武力把所有俄军赶出被占领区。这种消耗战最后不会产生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彻底胜利的国家。决定胜负的是谁更有对苦难的忍耐力，而乌克兰的忍耐力和盟友的持续支持息息相关。把普京和扎卢日内这两段话放在一起，俄乌战争眼下真正的图景就清晰了。普京升级并不说明乌克兰前面那些无人机战果没有用，恰恰相反，正是打到了炼油、物流、社会情绪这些痛点，才让普京更着急赌一把，想用夺取顿巴斯来证明俄罗斯没有被打垮。打疼了一个对手和逼他放弃战争目标，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能否自己制造无人机、无人艇、地面机器人和爱国者拦截弹会变得越来越关键。稳定的军工产能才能让俄罗斯每天失血，同时让乌克兰自己的城市、工厂和士兵撑得更久。美国这次授权以及弗雷亚系统的研发，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乌克兰要从一个等待别人发货的国家，变成一个能把战争经验迅速变成武器产能的国家。所以，防住俄罗斯弹道导弹很重要，但它还不是战争的终点。乌克兰下一步要做的是让俄罗斯越来越难同时满足下面这4件事：一、前线继续进攻；二、国内民生不出大问题；三、能源出口还能赚外汇；四、克里姆林宫的统治机器还能保持稳定。如果这4件事不能兼得，俄罗斯所谓的韧性就会从优势慢慢变成负担。俄罗斯正在流血，但还没有倒下。乌克兰已经证明它能让俄罗斯为侵略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下一步真正要证明的是，它能不能比俄罗斯更长久地把这个代价撑下去。这才是这场战争最冷酷也最现实的较量。川普的和平调解何时能成功，真正的决定因素就是俄乌双方什么时候同时达到了最终的精疲力尽。这也是我在4年多前俄乌战争刚刚开始时对比朝鲜战争做出的预判。下面我们再聊聊这周发生更大突变的伊朗战争。6月14日，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很多人对川普不顾一切签署这个大量条款、措辞模糊的协议感到非常困惑。果然，3周还没过完，双方就再次卷入热战。导火索是7月6日和7日，伊朗军方公然违背停火协议，在阿曼海岸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连续对3艘过境的国际商船发起攻击。这次美军的回应来得既快又猛，美国随即宣布取消了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然后就是连续数日对伊朗境内的关键军事与基础设施进行了多轮狂轰滥炸。在首轮攻击中，美军就精准摧毁了80多个伊朗沿海的军事目标，以及多达60余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武装快艇。但是真正引发全球战略高度轰动的，还是美军随后对伊朗内陆腹地发动的一次打击。在这次打击中，美军发射巡航导弹，直接轰炸了位于伊朗北部的阿克泰哈汗铁路桥，而这座铁路桥连接的卡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是中共“一带一路”工程中连接中国、中亚与伊朗的陆上走廊中的关键一环，是伊朗从中亚、俄罗斯和中国获得关键贸易物资的大动脉。而这一炸的警告意味是多重的，它在教训伊朗的同时，一下又炸出了中共耗资上万亿实施的“一带一路”工程中没人敢谈的最大逻辑漏洞。中共参与
建设和维护着这条绵长跨越众多国家的陆路交通线。能够成立的根本条件是世界无战争。一旦沿途任何国家爆发战争，一枚巡航导弹炸掉一个关键桥梁，这个被中共宣传为世纪工程的一带一路就直接会掉链子。面对美国的攻击，伊朗这次依然按惯例对驻有美军的周边阿拉伯国家实施了疯狂的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他们向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85个设施发射了无人机和导弹。过去几个月，这些中东国家为了避免直接卷入美国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对伊朗的这样攻击行为基本都忍了。但是这次剧本却被改写了。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明确宣布美军本轮的170个既定目标已经打击完毕后，伊朗南部的2个省和多个重要港口却突然遭到一轮极其猛烈的不知是哪个国家实施的神秘轰炸。经过深度情报追踪，真相浮出水面。这一系列精准而致命的轰炸并非美国和以色列所为，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实：巴林、阿联酋和科威特组成的阿拉伯联合空军力量直接深入伊朗领空，对伊朗实施了这轮报复性轰炸。但是这一轮轰炸更猛烈的震撼来自它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巨大冲击。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决定不再容忍伊朗对他们的攻击。巴林、阿联酋、科威特联合出兵，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武装且具有极强进攻意愿的独立战略决定力的反伊朗军事联盟。而这次阿拉伯联军的轰炸让伊朗政治高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暴怒。伊朗高官在媒体上暴跳如雷，直接向阿联酋发出战争警告，威胁阿联酋必须为与美国的合作付出惨痛代价。阿拉伯联军这边的回应是进一步统一阿拉伯联军的步调，并与居中协调的卡塔尔外长保持密切沟通。这种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的蜕变，彻底撕裂了伊朗试图利用分化和恐吓逼迫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划清界限的战略图谋，把自己的邻居变成了自己的死敌。空前孤立的伊朗这次罕见地主动向美国认错，多位美国官员向媒体披露，伊朗通过秘密渠道向川普政府道歉。伊朗代表私下明确承认，说我们搞砸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让我们继续谈吧。伊朗官方试图将袭击商船的责任推卸给伊朗内部试图破坏和平谈判的个别激进派，声称这不是伊朗最高层的政策。3个星期前，如果伊朗做出这样的妥协，川普一定会宣布双方再次进入停火谈判的状态。但奇怪的是，这次川普非但没有顺水推舟，反而摆出了出奇强硬的姿态，直接向伊朗开出了一份带有羞辱性的最后通牒。川普政府为伊朗设定了一个周6期限，向德黑兰提出了数个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公开要求。是什么让川普过去3周对伊朗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川普在11日凌晨发出的那个推文透露了这个问题的答案。11日凌晨，川普发了这样一个推文：1000枚导弹已经锁定伊朗，如果伊朗真的在全球任何地方企图暗杀美国总统，也就是我，还会有更多的导弹立刻跟进。命令已经下达，美国军队已经准备就绪，并有意愿和能力在为期1年的时间内彻底夷平伊朗。川普在推文中提到的伊朗对他的这个暗杀计划，也许就是他对伊朗彻底起了杀心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暗杀计划就是过去几天以色列向美国分享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情报，显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项全新的直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暗杀计划。以色列的情报显示，这次已经不再是伊朗口头喊的舆论战了，而是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步骤、人员部署且正在进入实施性执行阶段的精准暗杀阴谋。显然，这份情报对川普的心理冲击巨大。
在这次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川普的言辞中就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紧迫感。在面对全球媒体采访时，他连续3次提到自己身处伊朗的暗杀清单上。川普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了相关情报，我在他们每一份暗杀清单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有幸活着，但这种幸运或许不会持续太久。他们是一群邪恶的、病态的人中败类。”在我杰森新闻快递最近一期的节目中，口译了川普在空军1号上的答记者问，他向记者们就谈到了伊朗的暗杀企图以及他的想法和应对。川普公开表示，自己已经向美国最高军事指挥系统下达了不可撤销的指令，如果他遭受任何的不幸被暗杀，他命令美军无需等待进一步授权，立即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这就是川普那篇午夜推文的背景，也是目前伊朗战争突然再次急剧升温的核心原因。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